你怎么就认为李唐不会陪你走到最后？你凭什么就认为李唐他是一个不会为你着想的人呢？好好想想妈说的话，啊！怎么样？还好啊。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不要动！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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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！不要动哦，会痛哦。胡可传的，小叮当，帮我擦一下。干嘛？怎么等那么久啊？好饿哦，到底会不会掉啦？别吵，又被你吓跑了。谁那么缺德啊？好吃吗？我可以拿这给你看，有没有东西啊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都没有藏东西哦。数1、2、3，来吹气。吹气？对，吹气。1、2、3，呵，不是这个手吗？瞬间移动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How and fancy。这就是你的梦想小屋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童话变成现实。梦想小屋，谢谢。吓一跳，让我小心哦。这就是你的梦想小屋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童话变成现实。如果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的话，明天就在老地方见面吧。我会等你到12点。时间帮助我看清楚现实，也提醒我等待是根本毫无意义的事。我不会再为任何人等待，也绝不再为任何人流泪。芬希姐，
好了，回去吧。明天我会去找尹总。如果把品牌转让给他，我就会结束工作室，跟着品牌一块过去。什么？你要过去？我还年轻，单身女一个怕什么呢？重新再来几次也无所谓。就算这条路再怎么难走，我也不会改变初衷的。结束工作室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说什么？霍小姐，因为你一再拖延，致使乔瑞斯无法按期推进产品。对于你公司里所发生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但是现在，你既然无法提供有效的保障和赔偿，那么就请你按照合约，把你的品牌抵让给乔瑞斯。尹总呢？尹总怎么没来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忘记它才会有新的开始。我们以最大的诚意，希望李总可以考虑与我们重新合作。行了，班姐，我们的产品要上市了，跑来谈合作啊！你们不妨思呢？当初你们尹总可是完全没把我们唐欢放在眼里啊！现在发觉自己挖到的是块石头，又跑回来谈合作，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啊！不妨思呢？ Fancy 已经被人盗取了最重要的资料，很快网上的假货就会铺天盖地，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之间的保密协议，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就算他以他的天才重新再画一套图纸，也不能保证生产期。所以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算违约了。李总，你完全可以放心，他绝对不会成为你的对手的。你们尹总这么看重他，这个时候应该拉他一把才对。 尹总停职了，因为他不满公司的决定啊。什么？尹总被停职了？李浩然过高地估计了 Fancy 的潜力，并且一再隐瞒你拖延的事实，现在又不肯听公司的决定。傅小姐，难道你要继续违约吗？ 尹浩然先生曾经答应过我，他会好好经营这个品牌。
作为这个品牌的负责人，曾经的负责人，我可以知道你们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吗？那你们拿了这个牌子之后打算怎么办？就是因为尹浩然太固执，所以才会到现在这样结果。怎么，李总不会这么记仇吧？不会不想跟我们合作吧？哎，坦白的说，我们还没有到要谈合作的时候吧？如果我不肯跟你们合作，你们打算拿着 Fancy 的招牌继续跟璀璨对抗吗？怎么会呢？我们根本没有要对抗的意思。老实说，董事会根本没有看好 Fancy 这个品牌，完全是尹浩然个人决策失误，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损失。接下来我们要对 Fancy 进行拆卖，来弥补这个损失。乔瑞斯的实力，李总你也应该很清楚。我相信我们合作的话，会让璀璨的成长期起码缩短1倍，而且……行了，班姐，大家都是圈里人，别再来这一套了。卖身契呢，我们是不会签的。而且以我们今天的堂皇来说，没有必要再借助你们乔瑞斯的推动了吧？是吧，多？拆卖我的品牌，你们绝对不能那么做。傅小姐，既然这个品牌已经不属于你了，你就没有资格来评论我们的决定了。请你离开吧。小王，请傅小姐离开。傅小姐，这边请。傅小姐，请你离开。所愿，我也输了。放心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逃避。关于这件事情，不用说，我累了，没有力气再跟你去分享。想笑的话，请你等我走了以后再笑。王思啊，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不告诉他？你为了他都……这跟我没关系，为了他走。那你跟他没关系，乔尔斯卖 Fancy， 你着什么急啊？大哥现在是不惯璀璨要人家分一杯羹，还要掏这么多钱出来，冤大头不是这么当的。而且你知道吧，他的图纸已经被人偷了，这说不定哪天就出无数个翻版。他图不值钱了，你还买？李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订了婚的人，天天还拈花惹草，现在为一个前女友，那我怎么冷静啊？搞定了，李唐同意跟乔瑞斯签约了。好的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哎呀，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，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捧红富方斯将 Fancy 推向国际，我才有成就感。哎呀，那块硬石头太重了。捧不动的，小心别砸到自己脚就不错了。现在有璀璨更好啊，而且璀璨依然还是靠你谈成的。于约翰逊那一撞啊，算是白告了。
总部现在对你特别满意，只要你下次再回来啊，肯定就是总裁了。嘿嘿。那方思你打算怎么办？出卖傅方思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所以我一定要补偿他。嘿呦，说的那么好听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嗯，还没想好，想好再告诉你好吗？你可别停滞太久了啊！你不在的话，我一个人撑不了多久。喂，你这干什么呀？把我行李拉出来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直接拉走吧。拉走？拉哪儿去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反正现在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。分手？哎！姚立新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跟你过一辈子吧？我眼看着马上就要去大公司了，越来越好了，你觉得我还能跟你在一起吗？你不就是出卖了傅方思吗？你真的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出名了？当然了，现在尹浩然什么都听我的，我只要跟在他身边，不但能进大公司，说不定我俩还……你真的以为你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吗？为什么不行啊？你自己没出息，你就别怪我想往上爬呀。你赶紧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袁立民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的简历您看了吗？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设计图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去乔瑞斯。公司对你的简历很满意。哎，太谢谢尹总了。先看看这个吧。机票。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总部那边刚好有设计师助理的空缺，他们也希望你过去。叫我出国，还让我做助理，我为你冒了这么大风险去做那些事情，这就是你给我的退路。你不是想被别人看见吗？要被人看见，就要从头做起。米兰是时尚之都，在那里做助理，也不算委屈了。你这样对我，你就不怕我把事情给爆出去？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我都停止了。倒是你，消息曝光的话，你觉得你还能在国内混吗？这样倒是能被人看见，但是恐怕你的形象就很负面。停车。尹浩然，你会后悔的。方思，对不起。
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，我没有保住你的品牌。输了就要认，输不丢人，输不起才丢人。是我违约在先，还连累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虽然我已经被停职了，但我还算有点人脉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只想把品牌赎回来。但是，我妈说，人长大会有3次。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，第2次是在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，终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，第3次是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，但还是要努力去争取的时候。我联络了你的上司，本来想跟他谈一个赔偿金额，把品牌赎回来，但是没想到，是我小看了他。真没想到他会做到这一步。你说的是礼堂吗？不提了。浩然，对不起，抱歉连累了你。希望有机会可以补偿。这间工作室我抵押了，暂时没办法再回来了。如果傅方师知道这个东西在我这，应该活不到现在了吧？傅小姐，你不能进去，李总还在工作。我知道是你买了我设计图，现在只有那么多了。1个月，你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可以给你银行2倍利息。如果你还嫌太少的话，3倍、4倍、5倍随便你，但我只有一个条件，请你把品牌还给我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把品质放在第1位。你不要在这里给我装什么好人了，这些都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在胡说什么啊？我真没想到你会可恶到这个地步。你想整垮我，然后报复尹浩然。你买通了艾米，利用 Johnson 挤走尹浩然，把我的品牌占为己有。不得不说，你的智商是比以前提高了一些。你是吃错药了，还是你以为这在拍电影啊，大小姐？我的设计图刚被偷，你就跟乔瑞斯签约。璀璨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又有通灵历程，这个时候你跟乔瑞斯签约，得到我的品牌，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是一向利益为上的吗？对啊，都是我，都是我做的。你满意了吗？那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赶快回家收集证据去告我啊！滚！你无非就是想赢我，想整垮我，想看我走投无路。现在尹浩然被停职了，既然你已经出了这口气，请你把我的品牌还给我。你说你要多少钱？对，我就是买来出气的。
所以我现在很开心。我告诉你，做人就是要开心。这些都给你，其他的我会再去找银行贷款。你连房子都押给我了，还要押什么？工作室啊？那你跟银行贷什么？你要贷什么？礼堂。我输了，我真的输了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把我的品牌还给我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。请你把品牌还给我！我求求你，请你把品牌还给我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。这个破品牌可真厉害啊！这就是所谓的梦想吗？为了他分手。再为了他回来求我。我就是买来出气的，所以我现在很开心。我告诉你，做人就是要开心。你根本就不是为了出气，你压根儿就没有儿子。
小姐，您需要点什么菜？想吃什么我请客。不想吃，谢谢啊。也对，刚破产又压房又压人的，的确是没什么心情吃得下。不过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胃口特别的好。唐，干嘛？又想骂人啊？不要忘记，现在是你要来求我呀。啊？你毕竟还年轻，我也应该要给你一个机会。虽然你之前口出恶言，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所以我经过反复的深思熟虑以后呢，我觉得等你还钱遥遥无期。看你图纸画的还不错，所以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替我打5年工，我就把你的品牌还给你，怎么样？服从总经理的所有指示，不得有个人意见。干嘛？又不会叫你做什么违法的事情。尊重领导，要对总经理毕恭毕敬。尊重领导这是基础嘛。不许再做白日梦，要跟同事搞好关系，对待上司如同父母般温柔，对待下属要像孩子般呵护。你整人有瘾是吧？这是什么规章制度啊？有病！这一条是公司为你特别定制的，重视重视。干嘛？想泼水？我警告你哦，你敢泼水的话，我就把这鞋撕掉。你泼，你泼，你泼泼泼泼泼。好，我签。但是我有3个要求。第一，不许说出我们2个之间的关系。对哦，最近太开心了，忘记写这条。谢谢你哦。第二，在这5年内，一心一意的好好伺候我，好好服务公司。我是这种人嘛，然后我就会保证不会拆了 Fancy 的招牌，而且不会有任何商业的用途。这么简单，连我都想得到，还要你说？第三，先跟你说，我们唐王设计部已经有了一个总监，而且在我看来，他比你优秀多很多了，而且还没你那么讨人厌。目中无人。小奈跟了我5年，他很细心，就是有些胆小，是我不能给他更好的机会，因为这件事情耽误了他。希望你能让他进唐皇，给他一个发展机会。淡业赎回品牌之后，我们可以2步向前。一点啊，好好擦。很舒服哦。什么脚你？口渴。调皮。别烫死我！你还会怕开水烫啊？我会被冷的。那
你看你每天穿的这么丑，你还好意思当我的助理吗？我可是礼堂哎！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啊，送你一个小礼物，以后就穿这个每天来跟我上班，听到没有？礼堂，你个死变态啊！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把你拍在墙上，扣也扣不下来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穿这件衣服，伺候我一辈子吧。嘉欣，早啊！早，这么早？哎，不会是欧贝亚又让你提早来整理样间吧？人家是总监，我就是个小设计而已嘛。太过分了，每次都这样。天哪，快9点了，我还没买咖啡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忙吧，我给你买去。那你别忘记，我知道。我的咖啡加奶不加糖啊。谢谢丽姐，放心吧。Fancy， 周丽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，可惜了。之前他签约乔瑞斯，我还以为他会红透整个银河系呢。结果品牌胎死腹中，工作室倒闭不说，我听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啊！真的？你说还有比这更惨的事儿吗？哼，我看那乔瑞斯啊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当初捧那么高，现在翻脸，比翻书还快呢。就是，他怎么来了？他怎么会？就是。这不是 Fancy 的傅方思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来报道的。报道？他要来咱们公司吗？什么情况啊？你也会有今天啊！啊，傅方思，看我怎么好好的修理你！你这个大龅牙，跪下说对不起，看到你的错了就疼。周丽姐，方思到了。李总，傅方思小姐到了。叫他进来。这就是我们李总办公室。周丽姐可以进去了。好的，这边请。方思小姐，里边请。李总，傅小姐到了。那我先出去做事了。上班第一天就迟到啊？啊？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？你眼睛老花了吧？我1分钟1秒钟也没有迟到。要得意你就抓紧时间吧，等我收回我的品牌，你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放心，我有足足5年的机会，就是不知道方师傅您可以忍多久。看起来你这6年过得好像还不错嘛。跟您比，我还真是小儿科了。李大少爷的人生比后宫还要精彩刺激，我望尘莫及啊！现在我的人生里面也有你的位置，我一定会让你感受备受宠爱、呵护至极的。你怎么那么幼稚啊？李唐，我加入的是你的公司，至于你的人生，算了吧，我眼睛里容不下脏东西。你做人要低调，死胖子。我今天来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
李总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就加入欧维雅的璀璨项目组，准备璀璨2期的进行工作。喂，香兰姐，不好了，李总要招方思晴弹簧工作，他现在正在李总办公室呢。欧维雅，你是白痴吗？设计部招什么人你都不知道？我发誓，全公司上下没人知道这件事。好了，盯紧他。李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已经帮他赎回品牌了，你又把他招进公司，你要干什么？